原平再续，话接上回。上一期给大家解说了主人公小伟在满洲矿山因为帮助中国劳工而遭到日军报复，被发配到了前线的关东军守备队。他的人生也自此翻开了一页新的黑暗篇章。初到军营的小伟和其他新兵一样，每天都干着最脏最累的活。除了各种高强度的训练外，晚上回去宿舍还要遭受老兵们毫无人性的虐待和毒打。小伟凭着扎实的体格总算是熬了过来，但身形瘦小、脆弱敏感的小袁则被折磨得几乎没有了人形。这天，他因为在长跑训练中落后，被老兵们逼着装扮成小姐在门口揽客，以此进行羞辱。以前老兵们只是毒打他的身体，而这次是对他的人格和尊严进行践踏。不堪其辱的小袁于是在当夜吞枪自杀。愤怒的小伟为此找到上级军官，对老兵进行了控诉，并认为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荒谬的军队。小伟话才说完，便遭到了一顿暴打和警告。曾经他无法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工，如今在军营里也无法拯救同胞。他内心里没有种族之分，有的只是一个普世人道主义者对弱者的同情，对压迫的怒吼。不久后，小伟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调派到了另外一支分队，并得到了中尉好友的提拔。为了保护新兵不被欺压打骂，他故意将全部老兵安排到了另外一个宿舍。满怀理想的他试图用人道主义来管理军营，但这很快就招致来了老兵的不满和报复。中尉好友迫于压力，只能将小伟调走，因为战场厮杀还得靠这群混蛋和暴徒，根本得罪不起。此时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以惨重的代价占领了硫磺岛和冲绳，直逼日本门户。同为法西斯核心的德国也在5月宣布投降，只剩下丧心病狂的日本还在抵抗。在军营中，士兵们都预感到日本即将面临战败的结局，私底下都在讨论未来该何去何从。四田听到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呵斥，声称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爱国。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每一个士兵都绑上了法西斯及军国主义的战车，至死才会罢休。站在一旁的小伟说道：“你朝思暮想的是胜利，而我心中只有7字。要知道，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士兵。你觉得不为国战死沙场就不是一个好士兵，但可曾想过父母的眼泪？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死在战场就是白死，只有自己活下去才是真正的胜利。”8月份，苏联对日本关东军展开了全面进攻，日军虽节节败退，但仍拒不投降。上级还下令小伟这支只有300人的分队必须在2天内向前突破3公里，反正死多少人不要紧，重要的是能继续战斗。但苏联成群结队的坦克发起轰炸时，躲在战壕里的日军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几个小时便已被全部歼灭，只有小伟、四田等少数几人幸存下来。在这场战役中，有数以千计的子弹，而每个人需要负责的是自己打出的那一颗。在逃亡的荒原上，小伟仔细回想着杀死的每一个苏联士兵。也许他曾经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好丈夫，但从今天开始，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又怎能再去拥抱纯洁的妻子？他和另外几人向南一路逃窜，在树林中吃蜗牛、啃蘑菇，历经多少饥饿和疲劳，还屡次遭到中国军队的追击和围剿。如今他已经被战争变成了一头只想活下去的野兽，如同一只丧家之狗东躲西藏。在一望无际的枯草中，是无数日军的尸骸。小伟有过一丝痛苦和怜悯，但脑海里马上浮现出曾经中国劳工被日军残忍杀害的画面。如今他们死在异乡，又何尝不是罪有应得？在茂密的树林中，小伟遇到了一支还在妄想反攻的小分队。军官预料中国必有一场内战，计划在这里等待矛盾爆发，到时趁虚进攻。而小伟默默地说道：“你不过是在糟蹋士兵的生命。如今每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在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小伟来到了一个满洲的开拓村。居住在这里的日本平民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因为这里已经被逃亡的日军洗劫了一波又一波。后来全靠苏联军队发面包，村民们才活了下来。本国军队还不如外国军队对自己的国民好，这让小伟的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和难受。接下来他表示只是在这里短暂的驻扎，并且会自己去寻找食物。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真正的他得到了村民的信任。然而好景不长，这天苏联军队来此地巡查，小伟等人正准备进行防御抵抗时，一日本女子冲出来跪倒在地上，
哭泣着哀求大家不要在这里开战，因为他不想让这最后的家园沦为废墟。小伟犹豫片刻后，带头举起双手向外慢慢走去。投降后的他被送往了寒冷贫苦的西伯利亚，在这里，数十万的日本战俘被强制进行劳作，干的都是下矿井、抬钢轨、修房铺路这些重活。加上日本军官从中克扣苏军下发的物资粮食，所以饿死冻死的战俘是不计其数。这些曾经危害中国、危害世界的日本法西斯暴徒，哪里想过会有今日？这正是天道有轮回，试问苍天饶过谁？而发烧病重的四田，每天都被军官同源强逼着去挑泔水，稍有懈怠便会招致来一顿毒打。随着越来越艰难的步伐，最后他在阴沟前力竭而亡。曾经他对战争怀着无限热情，天天喊着要为国牺牲。正如芥川龙之介说的一样，这些军人喜欢摆出英雄架势，崇尚所谓的光荣，对机械式的训练乐此不疲，注重动物式的勇气，视杀戮如儿戏。只要号令一响，便欣然冲杀，却不知为何而战。如今四田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才明白小伟所说的，在战场上死了就是白死，只有自己活下去，能和家人团聚，才是最终的胜利。得知四田被害的消息后，愤怒的小伟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拿着铁链将同源活活打死在了阴沟里。他不再用人道主义解决问题，而是选择用暴力解决暴力。因为在这个黑暗悲惨的战争年代，人不可能为人，任何光亮都会被深渊吞没。穿过铁丝网，翻过连绵起伏的山丘，大雪漫漫的荒原上，他艰难地行走着，一步一个脚印，只为了去见日夜思念的妻子。这是他在人间最后的牵挂。只是这风霜一刀紧似一刀，这路走了一程还有一程，身体已渐渐冻僵。临死前的那一刻，他恍惚听到了妻子的呼唤。像蝼蚁一般活下来，不过是为了像蛆虫一样的死去。在异乡的土地上，又多了一个不能回家的孤魂野鬼。人间的条件一共有3部6篇，至今仍被誉为日本反战电影的代表作。电影并不站在狭隘的单边主义，而是以主人公小伟的遭遇，去让观众看到这场战争对日本人自身和中国人的残害，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和摧残。战争让人丧失人性，让道德崩塌，摧毁了想成为一个人的基本条件。满怀人道主义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微弱的光亮，去反衬出那个黑暗悲惨的时代。我很认同一个观点，一部优秀的战争电影必然是反战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会让人从心底害怕恐惧战争，进而才会去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才会更加珍惜稳定的生活。所以好的战争剧就应该像人间的条件这样，除了视觉上的震撼和真实外，又对战争对人类的思考和启示。